这是哪儿？我这是在做梦吗？疼！真不是做梦，我竟然穿越了！看这个布置，还是个有钱人家。不用早起打卡，不用熬夜做 PPT， 我终于可以安心躺平了。小姐，您可算醒了，赶紧更衣洗漱吧。起这么早干什么？我这种大户人家的小姐，难道不是每天睡到自然醒，然后再去赏花、品茶、吃点心吗？小姐，您睡糊涂了吧？老爷昨日刚吩咐过，从今日开始您要去学堂学礼仪规矩。什么？我都穿越了，居然还要上学！救命！念念啊，爹就你一个女儿，咱家这些商铺田产也要有个人打理。爹您放心，我会好好打理我们家的钱的。念念，爹就不指望你了。这些钱我先给你管着，等你嫁人，赶紧生个大胖孩子，爹亲自去教。而且为了守住咱家的产业，爹给你定下了一个择婿标准。这未来的夫君必须得父母双亡，无亲无孤，年轻有为。爹，您这是找女婿呢，还是找天煞孤星啊？你懂什么？找个孤身一人的，将来孩子一生，他既能继承你夫家的产业，又能接手咱们沈家的家财，这就叫一石二鸟。好家伙，这哪是找女婿，分明是找个大冤种啊！爹已经给你物色好了，陆少，他25岁就成了当朝丞相。歇了吧，爹，人家年纪轻轻权倾朝野，能同意你这么离谱的婚事？乖女儿，成了，成了！陆少不仅同意了，还催着咱们尽快完婚呢。啊，不是，他有病吧？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太傅之女沈念念温良敦厚，品貌出众，特指婚于当朝丞相陆少，择日冠婚，钦此。要命了，结个婚简直去了半条命，再不来我颈椎都要折了。沈小姐，委屈你了。不委屈，不委屈。相爷，既然都已经成婚了，咱们也别整那些虚的，咱们得抓紧时间生个继承人，好继承两家的家财。你说什么？生孩子啊？你不觉得咱们两家的那么多钱，没个继承人很可惜吗？来，春宵一刻值千金，咱们赶紧吧。作为现代人，效率就是生命，既然目标明确，那就得雷厉风行。沈念念，你自重。都是合法夫妻了，自重什么？本相亦在朝堂，无心儿女情长。今夜你睡床，我睡榻，以后相府的钥匙全归你，银钱管够，但子嗣之职再等等。送上门的美男，居然看得到吃不到。万万没想到，这一分房睡竟然就整整持续了半年。他不主动，我总不能就这么干耗着坐以待毙吧？进来。夫君日夜操劳，妾身特地炖了10全鹿茸汤，给夫君补补身子。夜深了，喝碗热汤暖暖身子吧。你看看这偌大的相府，是不是显得太冷清了些？咱们是不是该添点人？夫人若是觉得冷清，明早我让管家再去买2个丫鬟回来。我是说，添个孩子，要继承家产的孩子。相府库房的钥匙不是已经全交给你了吗？还嫌不够？这不是钱的事，这是咱们老沈家的神圣使命。本相日理万机，实在无暇分心。夫人若是去经历撞碰，不如去后花园多拔2根草。天爷，我就知道夫君定是嫌弃我粗鄙，是不是觉得我不够温婉体贴，根本不入您的眼？我何时说过嫌弃你？你不用解释了，我都懂。既然夫君不喜欢我，那我绝不强求。就算我不受宠，这给相府开枝散叶的规矩也不能废。夫君你早点歇着，我这就去想想办法。
从今日起，你们就是相府的妾室了。别的不多说，就一条，谁先给相府添丁，重重有赏。是，夫人。我一个人在这深宅大院里实在无聊透顶，一口气给陆少纳了3位妾室，刚好能凑一桌麻将。1缺3的滋味实在是太难受了，现在就等着抱便宜儿子了。纳了3个进来，愣是没一个肚子有动静，我就纳了闷儿了。在这相府里，我想要个孩子继承沈家家产，就这么难？6条。李姨娘啊，你进府都这么久了，是不是身体有什么问题啊？怎么一直怀不上呢？等会儿，我要杠！夫人，您可不能冤枉我啊！您看看我这身段，我怎么可能生不了呢？夫人，您怎么不问问她呀？王姨娘确实比刚进府的时候胖了整整1圈，整个人圆滚滚的。但重点是，她那肚子依旧平平坦坦，连一丝怀孕的迹象都没有。这可不关我的事儿，我不背这个锅。要说受宠，张姨娘才是最受宠的吧？相爷赏给她的东西，都快把屋子堆不下了。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夫人，相爷是不是不行啊？陆少不行，我嫁过来这么久，连他的手指头都没碰过。他到底行不行，我还真不知道。如果他真的不行，那我让他开枝散叶继承家产的梦想，岂不是彻底泡汤了？难道我们沈家的万贯家财要断送在我的手里？相爷下朝了吗？早就下朝了，这会儿应该在书房呢。你们先回去。是。亲爱的老爹，大事不好了，陆少那家伙好像不太行，生不了孩子。要不咱们趁早换个人选吧，从后门送出去，快去。小姐，您到底进不进去啊？再磨蹭下去，相爷都该休息了。你说那封信还能拿回来吗？小姐，咱们府和相府就隔了3条街，信说不定老爷都已经看完烧了呢。那要不再给他纳几个姨娘试试？人多力量大，这个主意可行。夫君，夫人来有什么事？夫君的耳力可真好，都没看就知道是我来了。整个丞相府也就只有夫人会用这么甜的红糖熬银耳羹，隔着老远都能闻到，想不知道都难。好像确实挺甜的。说吧，你又有什么事？陆少长得真好看，要是不穿这身官服，说他是17、18岁的少年郎，估计也有人信。被他这么看着，反倒觉得给他纳妾的想法特别心怀叵测。和我家的家产其实也没什么大事，就是前几天听说礼部尚书家的小妾又生了个儿子，礼部尚书孩子都有10几个了。所以，夫人这是什么意思呢？我这不是怕夫君一个人孤单吗？府里冷清，多个人也能热闹点。我知道了。这么容易就答应了？夫君，这羹喝了暖暖身子再走吧。夫人还是自己喝吧。切，不识货！我辛辛苦苦熬的羹怎么就不能喝了？这红糖确实放多了。小姐，不好了，姑爷他带回来，到底带回来什么了？你倒是快说啊！带回来好几个！陆少终于开窍了，是带了美貌的娇滴滴姨娘，还是直接带了养在外面的便宜孩子？不管带啥，只要有孩子就行，抱过来就是我的，将来好继承沈家的万贯家财。小姐，您等一下，不是您想的那样。夫君，你终于……什么情况？哪里来的狗叫声？夫人这是干什么？行此大礼。我沈念念天不怕地不怕，就怕这种凶神恶煞的大狗。
夫人，大庭广众之下，成何体统？好家伙，院子里竟然拴着7、8条体型浩大的恶犬，站起来简直跟我差不多高，一个个龇牙咧嘴，看着就吓人。夫君，你带回来的不是人啊？夫人不是嫌府里冷清吗？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，这些狗能让府里热闹起来。这叫热闹吗？这叫惊悚，好不好？我怕狗，夫君能不能把它们送走啊？夫人，这几只都是我精挑细选的最活泼爱叫的狗，你不喜欢吗？热闹，太热闹了，千万别再送了。这一局我彻底输了，在陆少这只老狐狸面前，我的那些小伎俩简直就是小孩子过家家。夫人今夜这么热情，是想让我留下？夫人，你今晚这招投怀送抱，是打算跳过姨娘，亲自上阵了吗？误会，都是误会。原来权倾朝写的丞相大人是个纯情少男。沈念念，你家的狗叫了一夜，吵得我根本没睡好。你看看我这黑眼圈。哟，刘夫人这话可就不对了。我家的狗都养在后山呢，你知道丞相府多大吗？你能听到狗叫？我看你是自己亏心事做多了，睡不着觉，故意赖我家的狗吧？你竟敢血口喷人！夫人，别吵了，别吵了，快跟我回去。这就走了，还没发挥出30%实力呢。啊！陆少，你这臭木头，放我下来，我还没骂够呢。你知不知道他刚刚才骂的有多难听？我这可是为了丞相府的尊严在战斗。一天不跟人吵架，你是不是就浑身难受？什么叫吵架？那叫以理服人。你这冷血动物懂什么？陆少，你个登徒子，你居然赶紧放我下来！太阳打西边出来了，陆少真的带姨娘回来了。清河，快去找李姨娘、王姨娘和张姨娘，告诉他们咱们有新姐妹了。闭嘴！我的老天爷，相爷居然在挽发髻！手艺生疏了，凑合好吧。她竟然怀孕了，肚子都已经显怀了，起码有4、5个月的样子。而且我越看越觉得这眉眼熟悉，好像在宫里见过。她是宫里来的。姐姐饶命！这孩子是你的，沉默不就是默认吗？姐姐别怪相爷，都是我的错。相爷是担心我一个人在外受苦，才把我接进府的。要是姐姐不乐意，我现在就走，绝不连累相爷。哟呵，这话说的，绿茶味儿都飘出10里地了。这身段，一看就是好生养的。这一胎肯定是儿子，沈家有后了。妹妹说什么傻话呢？来了就是一家人。姐姐就问你一句，你以后能不能多生2个？过亿一个给我。姐姐是想要我的孩子吗？相爷的孩子都是姐姐的孩子，我不敢不从。你胡说什么？这孩子不是我的，我会让人安排好你的衣食住行。这段时间没事不要出院子。切，骗鬼呢！不是他的孩子，他会特意带回府里护着，不让他出院子，肯定是怕我这个正太欺负他。夫君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好好照顾妹妹和她肚子里的孩子，视如己出，绝对不会让你失望的。你这脑袋里还能想点别的？小姐，老爷的加急回信。我仿佛都能听见我爹在书房里拍桌子瞪眼的咆哮声。行吧，老爹这关是指望不上了，还得靠我自己奋斗。
小姐，李姨娘打听到了，新来的小娘子叫婉晴，名字和东宫某位娘娘的侍女一模一样。要是她真是东宫出来的人，那这事儿可就不简单了。这些阴谋诡计关我什么事？天塌下来有丞相个子高顶着。自从婉晴来了之后，我就像找到了新的人生目标，每天满脑子都是怎么伺候好她和她肚子里的沈家继承人，连陆少我都懒得搭理了。燕窝人参，赶紧熬上，最好的裁缝请来。小厨房12个时辰不许熄火，必须时刻保持温热。沈家家产继承计划正蹭蹭的往上涨。这人站在这儿，浑身散发着生人勿近的低气压，活像是谁欠了他800万两银子没还似的。夫君今天不用处理公务吗？怎么有空来看婉晴妹妹？放心吧，我把她照顾的那叫一个妥妥帖帖，准保给你生个大胖小子。跟我走。哎，去哪儿啊？好些日子没看你默书了，今天去书房默一遍。哈，默书？除了小时候被夫子拿戒指伺候过，我这辈子最讨厌的就是写字。谁家正经夫君成婚后还要逼着娘配默书的？陆少这厮该不会是把脑子给忙坏了吧？夫人写字像螃蟹横行，为了不给相府丢脸，从今天起，每日晨昏各一篇，我亲自监督。我这辈子最恨的就是写毛笔字，这简直是要我的老命。夫君，你看，这字他自己有想法，他非要长成这样，我也没办法呀。皇上急召陆丞相进宫议事。老实待着，不准跑。陆少最近行为古怪，呸！而且把所有希望寄托在婉晴一个人身上，太冒险了。万一他生的是个女儿呢？还是得两手准备。我要找大夫问问，有没有能让我夫君重振雄风的猛药。我拉着清河，两人头上各自顶着个硕大的黑纱斗笠，乔装打扮成普通妇人，溜进了京城最有名的回春堂。二位，看病还是抓药？捂得跟劫匪似的，老夫怎么望闻问插？大夫，实不相瞒，我那夫君他有隐疾。啥？大夫，您这儿有没有那种猛药？越猛越好。懂了，夫人放心，包在老夫身上。等着，这就去给你抓几副祖传秘方。多谢神医，一定要下最猛的料啊，钱不是问题。我坐在外堂百无聊赖，东张西望，发现后堂连着个小侧门，里面隐约是个小花园。走，去瞅瞅。小姐，乱闯不好吧？刚走到假山拐角处，我突然听到一阵刻意压低的交谈声。大夫，这脉象可确诊了，本宫当真子嗣无望。这声音怎么这么耳熟？殿下息怒，老朽无能，这隐疾确实难以回天。本宫，殿下，隐疾无后，这几个字连在一起，简直是个惊天大瓜。直觉告诉我，听到了不得了的秘密。糟糕，被发现了！谁在那里？是陆少。太子殿下是下官。丞相大人，你怎么会在这医馆后堂？微臣最近夜不能寐，还有些难以启齿的隐疾，特意来这里寻些良方，没想到惊扰了殿下，还请殿下恕罪。丞相大人也要保重身体。你胆子越来越大了，什么墙角都敢听，你知道刚才多危险吗？夫君，太子殿下好像不能生孩子，
你胡说八道什么？这种话也敢乱说，当心被砍头，到时候全家抄斩都不够你赔的。刚才听到的话全部烂在肚子里，除了我，谁也不能说。要是泄露半句，你我都活不成，知道吗？夫人，药配好了，这可是祖传秘方，你拿回去给你夫君服用，1日3次，保准他不行也得行。不行。夫人真是贴心啊，不过现在时机还不成熟，等时机到了，我会让你亲自试试。完蛋，这下是真的生气了。接下来的几天，丞相府里的气氛异常安静，安静的令人发毛。陆少仿佛变了个人，不仅对我视而不见，连我爹来府里，他都刻意避开不见。更诡异的是，婉晴那个院子外的护卫突然增加了1倍，守卫的像铁桶一般，连我都不得靠近半步。平心而论，这种把我当空气的冷暴力，成婚以来还是头一遭。转眼就到了中秋节，宫里下了帖子，命文武百官带着家眷进宫赴宴。夫君，陆少的睫毛微微颤了颤，缓缓睁开眼，借着车窗透进来的微光，我看到他眼底有着浓重的乌青，显然是熬了好几个大夜。看什么？看你这黑眼圈，跟让人套麻袋揍了2拳似的。最近京城局势紧张，坊间早有传闻东宫太子身体棒恙，不能生育。这对于储君来说就是绝路，被逼急了的太子指不定会做出什么疯狂的事。最近京中局势不稳，夫人且再等等。等什么？如今朝堂上的局势很明朗，不是太子就是瑞王。要是太子不能生育的事公开，瑞王就是最大受益者。你别乱问，我已经好几天没合眼了，脑仁疼，你就让我抱一会儿，歇口气。听着他略带示弱的话，我心里的那点委屈瞬间烟消云散。我立刻挺直腰板，像个木头人一样一动不动，任由他在颠簸的马车上把我当成抱枕紧紧抱着。到了宫宴现场，气氛诡异的让人头皮发麻。太子高坐在上首，眼神阴悚，他表面上在看歌舞，余光却时不时的像毒蛇一样瞟向陆少。更让我不舒服的是太子妃，她的眼神简直像长了钩子，直勾勾的盯着陆少，毫不掩饰。你看太子那眼神阴森森的，恨不得生吞了你。还有那太子妃，眼珠子都快粘你身上了。你欠他们家钱啦？吃你的饭。宽大的桌案底下，一只温热的大手悄悄摸了过来，陆少修长的手指不容拒绝地挤进我的指缝，十指紧扣，力道大得惊人。松开，出汗了。别动！我只好作罢，抬头一看，龙椅上的皇上正摸着胡子，乐呵呵地看着底下，满脸写着“君臣和睦，朕心甚慰”。夫君，太子过来了。本宫许久没有和丞相将把酒言欢了，今日阖家团圆，不知丞相可否赏脸陪本宫喝一杯？陆少松开我的手，不卑不亢地站起身，双手端起酒杯，迎上太子的目光。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，太子的手猛地抖了一下，碰撞力道极大，杯中的酒液飞溅而出，竟有不少直接洒进了陆少的酒杯里。陆少的眉头急不可察地皱了一下，却什么也没说。丞相，请。太子皮笑肉不笑，用宽大的衣袖遮挡着，扬起脖子，将杯中酒一饮而尽，动作透着股强壮的豪迈。我在一旁看得心惊肉跳，完全猜不透太子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。众目睽睽之下，我根本没法去夺酒杯，只能眼睁睁看着陆少喉结滚动，将那杯混合了不明液体的酒尽数灌了下去。好酒量。我下意识扫了一眼，心里猛地一沉。太子妃竟然不见了，几乎是陆少刚坐下的瞬间，他就不对劲了。他像是突然醉酒一般，
原本白皙的面庞泛起不正常的潮红。夫君，你没事？他没有回答，而是在桌案下再次一把紧紧攥住我的手。他掌心的温度烫得像一块烧红的烙铁。酒过3巡，宴席渐渐有了散场的迹象。我刚想趁乱扶着陆少告退，丞相夫人，本宫早闻沈太傅满腹经纶，你身为太傅独女，定然家学渊源，不知可否移步后殿，给本宫留下一幅墨宝？才华卓绝，我平时拿刀比拿笔吻的德性，全京城都知道。皇后这借口找的也太敷衍了吧！娘娘，臣妇这字，丞相夫人请吧，别让娘娘久等。别扯我衣服！我急得大喊，清河被死死挡在外围，急得直跳脚。哎呦，丞相大人醉得不轻，快扶去偏殿歇歇。放开他！你们带他去哪儿？这摆明了是要把我和陆少分开，逐个击破。今天要是被关进去，绝对清白不保。眼看前方有一级汉白玉台阶，我心一横，顺势脚下一软。哎呦，我的老天爷啊！皇后娘娘恕罪啊！臣妇该死，竟然在御前失仪，摔破了手。这可怎么拿比啊？行了，多大点事儿嚎成这样！来人，传御医过来看看就是了。别，娘娘折煞臣妇了。我这人从小皮糙肉厚，家里常备祖传的狗皮膏药，回去贴一贴就生龙活虎，哪敢劳烦御医大驾？罢了，没规矩。你今天就先退下吧。如蒙大赦，我一把冲破阻拦，提着繁复的衣裙，脚底抹油般快步狂奔。相爷呢？奴婢不知道，刚才一转眼，相爷就被几个太监带走了，不知道去了哪里。那太子和太子妃现在在哪里？夫人，您可算出来了。别废话，相爷呢？在哪儿？属下也不知道啊。不仅我们在找，东宫的人也在鬼鬼祟祟到处搜。看来陆少还没落入他们手里。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，突然灵光一闪，今天进宫，我特意用了醉春烟香粉，这香粉遇水香味极浓。来时陆少在马车上抱了我那么久，身上肯定沾了。我像只猎犬一样，顺着风向一路狂嗅，从宴席大殿直奔御花园深处的荷花池。在这里，那股冷香越来越浓。就在这时，我听到荷花池边传来一阵压抑的咕噜水声，我赶紧蹲下，在草丛里一摸，竟然摸到了一只滚烫的大手。我用尽全身力气，一把将那人从荷花池里死死拽了出来。借着清冷的月光一看，果然是陆少。他浑身湿透，明明冻得瑟瑟发抖，牙齿不停地打颤，可皮肤却红得像煮熟的虾子，摸上去滚烫滚烫的，吓人的很。这哪里是喝醉了，分明是中了极其霸道的毒。快走，赶紧出宫！远处传来杂乱的脚步声，万幸阿远是个练家子，背着个大男人还能健步如飞。我提着裙摆在后面拼命狂奔，等东宫的人反应过来，我们已经把陆少塞进了宫外接应的马车。快派人去请城中最好的大夫！来不及了，去清风谷，那里有冷泉。不行，你到底中了什么毒？你出去，坐到外面去。你身上这么烫，念念是合欢散，太子下的特制合欢散。太子居然这么下作，给当朝丞相下春药。马车颠簸，在黑夜中疯狂疾驰，陆少背对着我，蜷缩在角落，根本不敢看我一眼，身体因为极度忍耐剧烈颤抖着。陆少，你再坚持一下，马上就到清风谷了。没过多久，马车就稳稳停在清风谷入口。这里远离京城，四周树林茂密，冷泉就藏在一片竹林深处，泉水清澈见底，冒着丝丝刺骨的寒气。阿远将陆少放下后，退到外围守着。我连忙上前，想帮他解开湿透的衣衫。念念，你快躲开，别碰我，我怕。
都烧成烙铁了，还在这逞什么英雄？我不走，我陪着你。冰水没过他的胸口，他发出一声压抑的叹息，靠在石头上，脸色依旧潮红。哎呦，我的老骨头啊！大夫，别好了，快救命！他中了特制合欢散，您快看看。夫人，这宫廷秘药太霸道，单靠冷泉没用，必须用特制解药。可配制解药至少需要3天。3天？泡3天冷泉，他人都该腌制胃了，他怎么等得了？老夫这儿倒有一剂能暂压药象的猛方，能争取时间，但副作用极大。相爷服下后会陷入沉睡，醒来还可能短暂失忆。夫人可考虑清楚了。只要能救他，什么副作用我都认。老大夫立刻施针稳住病情，让阿远火速去抓药煎药。1个时辰后，阿远端来浓苦的药汤。药性暂压住了，相爷会昏睡2日，2日后老夫准时送解药来。竹林里只剩下水流声，我爹坐在水池边的石头上，看着陆少熟睡中依然紧皱的眉头，心里突然像打翻了5味瓶。夫人，东宫那边气急败坏，正在满京城搜人，而且太子在朝堂上发难，污蔑相爷勾结瑞王谋反，甚至反咬一口，说婉清肚子里的野种是相爷的私生子。太子这是狗急跳墙了。这2天，我寸步不离地守在冷泉边，用泉水帮陆少控制体温。阿远在谷外警戒，每天都会带来京城的最新消息。第3天清晨，老大夫终于带着解药如期而至。这里是哪里？是清风谷，我们带你来解毒的。太子竟然敢对我下此毒手！老大夫把完脉，确认药性已解，便告辞了。念念，之前对你冷淡，对不起。我本不想让你卷入夺嫡的漩涡。我不是温府里的花，我想和你一起面对。好，以后不管遇到什么，我们再也不分开。相爷，夫人，京城出事了！皇上已经派人去丞相府调查谋反的事了，瑞王也开始暗中动作。我们不能再躲了。阿远，备车回京。太子想置我于死地，我也不会让他好过。丞相大人，我们奉皇上之命前来调查太子殿下指控您勾结瑞王，意图谋反之事。无稽之谈，我与瑞王井水不犯河水。至于婉晴肚子里的孩子，根本就不是我的。相爷可有证据？各位大人看清楚了，这是太子与外敌暗中勾结的密信，还有外敌送的玉佩信物。真正意图谋反的是太子。太子因隐疾不能生育，婉晴却是东宫的侍女，孩子不知道是谁的，他便想让我背这口黑锅。几位官员看完证据，吓得脸色煞白，立刻连滚带爬地捧着锦盒进宫面圣。相爷，婉晴姑娘突然肚子疼，要生了，她还咬诉说孩子是相爷您的。相爷，救救我们的孩子！你最好说实话，再敢撒谎，后果自负。就是相爷您的呀，您怎么能不认？死到临头还栽赃嫁祸！念念，你在这里盯着，我去一趟东宫。婉晴看到被禁卫死死压着的太子和太子妃，那嚣张的气焰瞬间被浇灭了。她脸色惨白如纸，整个人像一滩烂泥一样瘫倒在床上，眼神呆滞，连装堂都忘了。婉晴，太子谋反已然倒台，你最大的靠山没了，现在你还有什么话说？这孩子到底是谁的？我对不起相爷，对不起夫人，这孩子其实是东宫一个侍卫的，是太子逼我的，他让我把孩子栽赃给您。想败坏您的名声，让您身败名裂啊！
稚子无辜，把孩子抱下去，找个靠谱的乳母照顾，以后就叫陆安，养在丞相府保他平安。至于婉晴，关进柴房，听候皇上发落。太子谋反被废为庶人，流放边疆。瑞王顺理成章成了新太子。这场惊天风波总算彻底平息了。至于我院子里那3位姨娘，见识了这等血雨腥风，彻底吓破了胆。哎呦喂，皇家夺嫡也太吓人了，动不动就掉脑袋。还是咱们打麻将安全。砰，糊了。就是，帮相爷生孩子这差事咱们不干了，活着吃点心不香吗？可不是嘛，以后咱们就安心在相府养老。而陆少身体恢复后，简直像变了个人。他每天下朝第一件事就是往我院里钻，甚至亲自系上围裙去小厨房给我炖汤。这天是我的生辰，陆少特意办了场盛大的生辰宴。宴会过半，他突然端起酒杯站起身，径直走到我面前。今天是念念的生辰，我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宣布。念念，自从嫁给我，你受了很多委屈，也帮了我很多。以前是我忽略了你的感受，这次不是因为圣旨，也不是因为什么家族利益，你愿与我结发同心，共度一生吗？我愿意，陆少，我愿意。此后我们蜜里调油，小陆安半岁了，粉雕玉雕，3位姨娘彻底化身超级保姆。快尝尝刚熬的甜香山药泥，来，坐我腿上。安安看，金光闪闪，漂不漂亮？看着这其乐融融的画面，我笑得直不起腰。哎呦，我的天爷！夫人，你怎么了？我去请大夫。恭喜夫人，您这脉象如猪走玉盘，是喜脉啊！已经怀孕1个多月了。真的吗？我有孩子了。刚好下朝回来的陆少连朝服都没来得及换，顶着一头微微凌乱的发丝冲了进来。念念，我都知道了，太好了，我们终于有自己的孩子了。太好了，相府终于有嫡子了。我就说夫人这身段肯定能生。从今天起，夫人的安胎餐我包了，保证每天10全大补，绝不重样。沈家有后了，哈哈哈哈！快把这车千年人参搬去库房，再把那箱极品燕窝给夫人送去。念念，这都是爹翻遍了京城搜罗来的安胎神药，别心疼，给爹敞开了吃。夫人，慢点，看脚下。陆少简直把我捧在手心里怕摔了，含在嘴里怕化了。陆少现在每天下朝第一件事儿，就是像扶老佛爷一样搀着我遛弯。3位姨娘更是化身24小时贴身保镖。王姨娘每天端着奇形怪状的营养餐逼我喝下，李姨娘寸步不离地守着我，张姨娘已经开始给孩子缝制小老虎肚兜，一天能做80个。真的吗？我要有弟弟妹妹了，太好了！以后我把我的玩具全都给他玩。陆少，我肚子疼，要生了！念念别怕，我在这儿，大夫和稳婆都在。哎呦，相爷，产房血气重，您别添乱了，快出去！我不走，我要陪着她。您在这儿，夫人更紧张。雷声轰鸣，大雨倾盆，我在屋内疼得撕心裂肺的痛呼。陆少在门外连伞都不打，像头困兽一样焦急地徘徊。怎么还没生？若是夫人有半点闪失，我拆了这太医院！生了，生了！恭喜相爷是个千金，母女平安。
念念，你辛苦了，咱们以后再也不生了。孩子呢？抱来我看看。小小的婴儿闭着眼，睫毛长长的，像个精致的瓷娃娃。我们就叫她陆婉熙吧。从那以后，权倾朝野的相爷彻底沦为了没底线的女儿奴。来碗，抓个喜欢的。李姨娘偷偷塞了一副袖珍麻将，王姨娘竟往那堆宝物里搁了个大肉包子。好，相府千金抓了毛笔，将来定是满腹经纶的才女。不愧是我陆少的女儿。妹妹别怕，以后谁敢欺负你，哥哥替你揍他。快快快，盯点班，把我给乖孙女准备的千年人参都抬进库房。念念，你别总让孩子玩那些拨浪鼓了，玩物丧志。乖孙女儿，跟着外公念：赵钱孙李，周吴郑王。钱。不愧是我沈念念的亲闺女，深得我心。搞什么琴棋书画，搞钱才是净道理。乖，爹爹带你去库房挑玩具玩。小少，你这是溺爱。昨儿个是你带孩子的，今天该轮到老夫了。太傅记错了吧？咱们可是白纸黑字签了契约的，单数日子归外公，双数日子归爹爹。今日初8是双数，理应由我带。你说，你给我祝福世家，赵地多厉害也厉害了。陆少竟然不在床上。太傅大半夜不睡觉，翻墙进我丞相府，所为何事？老夫不过是担心乖孙女晚上踢被子，特意来瞧瞧。倒是你，今儿个明明是初9单数，你凭什么半夜来偷孩子？我只是觉得今晚风大，晚姬跟我睡比较暖和。放屁！你就是想毒霸我孙女！放来了！你个早装在那边，你跟神经不染！唉，爹爹、外公，西西困，西西要回去睡觉啦。这哪是养孩子，分明是养了个小祖宗。婉熙今天带着陆安去拆了尚书府的狗洞。张姨娘，我要把这些全都买下来。明天领着张姨娘去街上包圆了所有的糖葫芦。有了外公和爹爹的绝对偏爱，再加上院子里那3位姨娘的无限纵容，婉熙长到3岁，已然成了京城最嚣张的小霸王。娘亲，这些糕点西西都吃腻了，一点都不好吃。看着桌上那些精致却口感单一的古代糕点，我不禁咽了咽口水。说实话，别说婉熙吃腻了，我这个现代社畜魂穿过来这么久，也早就馋现代美食，馋得抓心挠肝了。乖女儿别急，娘亲今天就给你露一手，让你尝尝什么叫真正的绝世美味。清河，取木薯粉来。娘亲，这是什么水？太好喝了！夫人您真是食神下凡，这玩意儿配上点辣子，简直绝了！念念，你又在捣鼓什么？这等粗鄙之物满是油烟味，怎能登大雅之堂？小心吃坏了西西的肚子。少废话，张嘴！
虽然有失体统，但味道尚可。哎呦，也不知道是谁白天说这些东西粗鄙，不登大雅之堂。本相只是体恤夫人白日做饭辛，怕这些剩菜浪费了，特来替你清理一番。既然陆少的胃都被现代美食征服了，我那颗搞大事业的心也该动了。当初可是跟沈静之保证过，要好好打理沈家的钱的。夫人，您这锅里煮的到底什么？好香啊！夫君，这火锅若是拿去开酒楼，你觉得如何？夫人若是想做，有何不可？清河，把这些帖子送去给各位大人。就说本夫人今晚要举办一场丞相府火锅宴。丞相大人，这生肉直接端上桌，莫非是让我们生啃？诸位大人误会了，此物名为火锅，需自己动手丰衣足食，别有一番风味。诸位不妨一试。好肉好汤，简直是人间美味啊！这可是我闺女想出来的点子，全京城独一份。毫无悬念，这场火锅宴大获成功。第二天，丞相府同款火锅就成了整个京城街头巷尾热议的话题。趁热打铁，我火速在京城最繁华的地段盘下了一座3层大酒楼，挂上了天下第一锅的烫金招牌。开业第一天，门槛都差点被前来尝鲜的食客们踏破了。我沈念念终于在古代实现财富自由了。不好了，大堂里来了个胡搅蛮缠的客人，说咱们的火锅吃坏了肚子，正闹着要砸店呢。什么人敢在姑奶奶的地盘上撒野？清河，抄家伙，跟我走！大家千万别吃了，这火锅里放了不干净的东西，我大哥吃完就上吐下泻，快出人命了。就是你们家的毛肚，肯定是放坏了。哦，吃坏了肚子，不知你是吃了哪盘菜，喝了哪口汤？放屁！去回春堂把老大夫请来，顺便报官。报官就报官，大夫来了也是我占理。气血充足，脉象平稳。哼，你这哪里是吃坏了肚子，分明是早上吃多了撑的。说。是谁指使你来天下第一锅闹事的？夫人饶命！对接醉仙楼的钱老板说，您的火锅抢了他们所有生意，给我10两银子让我来砸场子。为了10两银子，连命都不要了，拉去见官。哎呦喂，是谁这么大火气呀？让咱家也来尝尝这天下第一锅。黄老爷，咱们黄老爷今儿个微服出巡，特意来尝尝名满京城的火锅。二位里面请，2楼雅歌已经备好了。夫人不必多礼，我也是闻着味儿来的。陆爱卿天天在朝堂上夸着火锅，馋得我好几宿没睡好。黄老爷，您尝尝，小心烫。好，麻辣鲜香，回味无穷，比御膳房那些寡淡无味的菜强100倍。老爷，太医嘱咐过，您不能吃太辛辣的。谁也别拦着我。去把冰镇酸梅塔端上来。沈夫人，打个商量，你把这火锅秘方卖给我如何？我封你个从5品的御厨大总管。
从五品御厨大总管，黄老爷您折煞我了。我散漫惯了，可受不了大宅院里的规矩。这秘方您想要，我免费送给您家厨子便是。开什么玩笑？进了御膳房，那可是掉脑袋的风险，我还没活够呢。陆少，微臣参见。行了行了，朕是微服，怎么怕朕抢了你夫人不成？皇上想要火锅秘方，臣自然双手奉上。但内子生性顽劣，若进宫当差，恐惊扰圣驾。不如这样，天下第一锅，每月向御膳房特供100份独家底料，全当是孝敬您的。你这护妻狂魔的名声果然名不虚传。成交，就按你说的办，以后这火锅就是皇室御用特供了。夫君，皇室特供啊！有了这块金字招牌，我沈念念马上就要富可敌国了。你就钻进钱眼里吧。有了皇上的亲口御批，我的火锅店彻底垄断了京城的餐饮界，这下真的日进斗金了。念念啊，不好了！京城里的私塾父子全被小陆安和婉玉给气跑了。那几个老夫子教《论语》，婉若就在旁边敲碗唱曲儿；教算学，陆安就带着妹妹去池塘里抓泥鳅。今天更是把张夫子的胡子给烧了。现在全京城的先生给多少金子都不肯来教咱家孩子了。这两个小魔王确实到了该上学的年纪了，但古代那种死记硬背的填鸭式教育，别说他们，我看着都困。爹，您别哭了，既然外面的先生教不了，那我就自己办个学堂。咱们家不仅有钱，还有人。从明天起，相府第1届幼儿园正式成立。夫人，啥叫幼儿园？就是教小孩子玩耍学习的地方。李姨娘，你马步扎得稳，以后就是体育老师。张姨娘手巧，负责教手工美术，月前翻倍。我连夜让木匠在后院打造了滑梯、跷跷板、秋千和一套大型积木。第2天，幼儿园正式开园。陆安和婉熙玩得不亦乐乎，学起算术和认字来也突飞猛进。这新奇的教育方式可比死记硬背强多了。丞相夫人，皇上小皇子顽劣，特送来您的幼儿园体验几天生活。皇上这是把我的幼儿园当皇家托儿所了吗？这就是父皇说的好玩的地方，简直简陋至极，连个伺候的宫女都没有。你谁呀？大胆！本皇子可是……管你什么皇子白子，到了我的地盘就得听我的。走，排队滑滑梯去！你放肆！不许凶我妹妹！想玩滑梯就乖乖排队，不想玩就站墙角去。不哭不哭，吃了我的糖，以后就是我的小弟了。我罩着你。绝了！我这闺女天生就是当黑帮老大的料啊！夫人，宫里来人了！皇后娘娘突发急症，点名要您立刻进宫。小姐，出事了！皇后身体一向硬朗，这突如其来的急症实在诡异。马车行驶得飞快，宫门处的守卫见是丞相府的牌子，连查都没查便放了行。刚进凤仪宫，一股浓重的药味混合着腐朽的血腥气扑面而来。谁是这里的管事？沈夫人，皇后娘娘脉象紊乱，内脏如被毒火灼烧，我们实在束手无策呀！不要信汤药，本宫的饮食有人动了手脚。娘娘放心，臣妇绝不会让贼人得逞。娘娘刚才喝的药呢？端上来。
竟敢谋害皇后，好大的胆子！来人，把这宫女关进慎刑司，严加审问。沈念念，你竟敢在凤仪宫行凶，毒害皇后！来人，把这毒妇给我拿下！太子妃，您来的可真快啊！我前脚刚抓到下毒的宫女，您后脚就带着禁卫军到了。不知情的人还以为您是掐指神算呢。少废话！本宫是奉命来彻查凤仪宫，你这毒妇竟敢当着本宫的面毁灭物证，分明是做贼心虚！我看谁敢动！丞相大人，沈氏意图毒杀皇后，你难道要包庇吗？毒杀？证据呢？仅凭太子妃一张嘴。这是刚才从他身上搜出来的东西。这毒药出自东宫御膳房。太子妃，你还要解释吗？不是沈夫人，是太子妃。圣上驾到！这是怎么回事？皇上，是丞相夫人，她先给皇后娘娘下毒，现在又污蔑臣妾。住口！朕刚才在暗处听得一清二楚，你还要演到什么时候？原来皇后早察觉寝宫不静，便暗中给陆少递了消息。皇上也是被陆少请来关系的。好一个东宫，竟敢算计到朕的头上来了！陆少，若不是陆少筹谋周全，今日死在凤仪宫的，恐怕就是我了。念念，这次虽然解决了东宫，但太子并非坐以待毙之人。那我们该怎么办？彻底清扫余孽。接下来的半个月，陆少动作频频，以雷霆手段清理了朝堂里所有与太子勾结的势力，将权力彻底收拢，真正做到了权倾朝野。这下终于能过上清闲日子了。念念老师，父皇说要给各大臣办一场京城美食大赛，还要邀请沈姐姐做评委。这可是展现我现代厨艺的最佳时机，也是给火锅店打广告的好机会啊！成，我接了。花里胡哨的，能有我那炸的酥脆的薯条加奶茶香吗？卖相不错，但这味道嘛，火候差了一点，香料搭配也过于中规中矩。既然沈夫人这么说，不如你亲自下厨，让我们见识见识什么是好手艺。我勾唇一笑，走进了御膳房。我并没有做多么复杂的菜，而是做了一锅极具现代风味的藤椒鸡和水果捞。香麻入骨的鸡肉配合爽滑的水果捞，在那个年代，这种味道简直是降维打击。现在朝堂彻底稳定下来，皇上给我放了半年好假，准许我陪你出门游玩。为了庆祝，我决定带着你和孩子们去江南开一家真正的火锅连锁店。念念，你看，那棵树树后的酒楼位置如何？绝了，简直就是火锅店的最佳选址。那便买下吧。3个月后，江南第一家天下第一锅盛大开业。我发挥现代经营理念，搞了充值会员卡、开业打折券，甚至还有舞龙舞狮助阵，生意火爆的一塌糊涂。这火锅独特的很，咱们也来感受感受这独特的市井烟火气。夫君，咱们不仅要卖火锅，还要搞个火锅音乐节，配上江南的丝竹乐。你呀，脑子里永远有想不完的点子。在这江南的3个月，我们过得如同神仙眷侣，俩孩子也学了不少琴棋书画，虽然偶尔还是会为了抢个小笼包打架，日子过得舒心，我却总是偶尔觉得头晕目眩。原本以为只是累了，但今天连最喜欢的麻辣锅底都闻不得了。夫人，您是不是又有了？
清河，恭喜夫人，确实是喜脉，已经2个月了。我们又要有孩子了，念念，我们又要有孩子了。婉熙和陆安正在给小弟弟喂着米糊，3位姨娘围在旁边，一会儿逗弄孩子，一会儿讨论怎么给孩子买小衣服。婉熙已经是个小才女了，坐在秋千上，正背着陆少教她的诗，而小弟弟在摇篮里牙牙学语。谁能想到，当初那个一心只想找个没牵绊大冤种生孩子继承家产的沈念念，最后居然成了这京城最幸福的女人。夫君，你说下半辈子我们还做什么好？不管做什么，我都陪着你。